这是一个洪荒与现代相结合的世界，洪荒之类，顶级强者不计其数，但在这个世界，有关洪荒的传说皆已消失，而唯一了解洪荒故事的陆晨，即将利用这一优势，在洪荒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2033年9月8日，东山省南基市徐庞在洪荒世界获得第一名修建。2035年6月3日，京都市王娜在洪荒世界获取朱雀血脉，精炼气势。2037年3月5日，海上市詹坤在巫妖剧情中获得大巫之血。是我吃错药了吗？洪荒炼气功法，朱雀血脉，大巫之血，你们确定不是来搞笑的？直至过去了许久，陆晨才接受了一个现实，他穿越了。这倒是其次，主要是他穿越过来的地方有些特殊。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化纤厂的小员工，叫做陆晨，今年20岁，家庭背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如今所在的世界可以进入一个特殊的世界，名为洪荒世界。洪荒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进入，里面有种种多样的剧情以及任务等等，可以在洪荒世界中获取机缘，让自身变得强大起来，并且从洪荒世界中获得的能力，出来后能力依旧还在。但从这个身体的记忆来看，这个世界没有洪荒的传说，没有洪荒的小说，没有关于洪荒的任何东西。这里的所有人对于洪荒都充满了未知，但是我了解洪荒啊。对洪荒了解的这些知识，无疑可以让我在洪荒中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机缘宝物，更有把握明白局势的变化，做出最正确的阵营选择。开工了，开工了，休息时间结束了。根据记忆，洪荒世界是在每天夜里的22点22分开启，每当这一刻，一个提示就会出现在脑海中，只要心中默念洪荒，就可以进入洪荒世界。时间差不多到了。洪荒，这就是我的洪荒皮肤，总感觉好熟悉。算了，先给自己创一个名字吧。往前，应该是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取得。我尼玛，这属性垃圾的过分了吧？其实也并不意外，因为这具身体的前主人胆子很小，他也曾去过一次洪荒，但那一次去了差点死掉，从那以后就不敢再去了。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这可不是游戏，可没有复活这种说法。这才过去几分钟，大厅就这么热闹了，看来得加快进度了。这是一个洪荒与现代相结合的世界，洪荒之类，顶级强者不计其数，但在这个世界，有关洪荒的传说皆已消失，而唯一了解洪荒故事的陆晨，即将利用这一优势，在洪荒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这莫非就是33重楼？此地位于传送区的最中央，也被称作是闯关之地。唯有度过新人阶段，拥有了运气区购物通灵，才可以进入33重楼。33重楼都有对应的剧情背景和任务，据说死亡率很高。33重楼对应33诸天，看到33这个数字，不由得就想到了33诸天。不管了，还是先想办法度过新人阶段吧。找个任务提升一下等级。这个任务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很危险。巫妖时代，女娲虽然创造了人族，但是创造了以后，女娲也没太管人族的生存问题。巫妖时代的那些洪荒大能，看在女娲圣人的面子上，不会去找人族的麻烦。但是人族在危险的洪荒世界中，的确生存艰难，经常会有凶兽袭击人族，甚至有妖族将人族当成血食吞噬。所以这种任务运气不好的话，
很容易死人的。人族出生的时期是有好处可以捞取的。洪荒世界开启了很多年，大多数人看到巫妖时代就知道这个任务很危险，所以一般很少有人会选择。然而危险往往也伴随着机遇，就选这个了。此地应该就是通往洪荒世界的过渡区域了。几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大帅，目前是炼气3重的修为。我操，炼气3重的修为，说明此人在洪荒中得到了修炼功法，这一点可是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无法得到的好东西。我之所以站出来，是想要和大家一起联手。任务描述中提及，那可是巫妖时代，这种古老时期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死人的。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任务，上古时期的人族生存简单，但实际上这些人族并不弱，我们想要帮上忙并不容易，在任务中很难获得好处。根据我的经验推测，这个任务大概会有2种事情出现，一种是凶兽袭击，一种是寻找食物。那个时期的凶兽很厉害，哪怕是最普通的凶兽，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。凶兽袭击，不小心会死人。寻找食物虽然也有些危险，但会有上古人族一起跟着，危险性小一些。如果有人愿意联手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选择寻找食物的任务。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，有概率找到一些天材地宝、灵药之类的，这些东西价值都很高的。大帅兄弟，我愿意和你联手。哥们放心，到时候我们签订组队协议，谁也不用担心谁在背后下黑手。带上我一个吧。一共就4个人，3个人已经组队，哥们不考虑一下？不必，我更喜欢一个人行动。你特么当我二逼呢？炼气3重的修为，好歹是有修为在身的。与你这种人合作，真找到了好东西。这位美女，组队不？没兴趣。奇怪，为什么感觉有点冷？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哼，你肯定知道一些秘密，告诉我，价钱你开。参见智者大人。参见智者大人。我去，这波比装的太酷了！回答我，多少钱你才愿意把秘密说出来？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缺钱，不缺你妹啊！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来说，光500万都是笔天文数字，更何况他让我随意开价，虽然很诱人，但倘若我真的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，对我未来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。所以，起码在我还没有成长到一定资本秘密之前，绝不透露。
在最后的10天之内，陆晨教会了这些古人钻木取火，并成功吸引第2次天道功德。天道功德人族，倒是一个有趣的小家伙。卧槽！先天生灵，洪荒任务结束，即将传送返回。此时，洪荒世界传送区广场内，一股浩瀚莫测的气息浮现在广场的上空。浩瀚的星空中传来一个威严无比的声音：洪荒历练者忘情，在洪荒历练中获得圣人赐福。我第一个乖乖，圣人赐福，这个忘情是什么来头？大神，妥妥的大神大粗腿。洪荒历练者忘情，此次洪荒任务获取金元如下：天道功德6000点，功德洗礼先天本源全属性提升至100点，历练者表现出色，获取的外奖励炼精化气。炼精化气，给力，太给力了！这不就是一门修炼功法吗？天助我也！什么鬼？我在洪荒世界内待了1个多月，但外界仅仅只过去了1个小时，这两处的时间流速完全不同。那究竟是谁有这种大手笔，能够连接现实与洪荒，且还能改变时间流速？算了，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记得刚刚系统给予的奖励里面有关于先天生灵的内容，难不成我成为先天生灵了？天亮了呀！昨晚第1次在洪荒闯荡还挺爽，今晚再来1次，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个大机缘。到达工厂后，陆晨发现这些工友们基本都是谈论关于洪荒的事情。细听之后发现，他们讨论的人正是忘情。不仅仅是他们，现在忘情这个游戏名已经响彻各地，因为洪荒世界至目前为止只开启了，而圣人赐福这种播报是第1次出现。阿禅啊，阿禅啊，聪哥我昨晚运气不错，得了一本基础炼气诀，很快我就是炼气期高手了。聪哥厉害，还行还行。阿晨不介意的话，就来跟我混吧，有我带着你，以后你也有机会成为炼气士的。谢谢聪哥了，不过我胆子小，不敢去洪荒闯荡。妍姐，你真的知道忘情大神是谁？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昨天晚上我进了一个上古人族的聚集，想要搜集一点凶兽精血。那家伙很不识抬举，我跟他根本没法聊。吃饱了，聪哥慢慢吃。世界真小，随便在洪荒中遇到的一个人，居然和自己在一个城市，更是还在同一个厂子里上班。不过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卑微小员工，人家是大老板的女儿，人事部的主管，妥妥白富美。晚上，陆晨打开手机进入了洪荒论坛，这是全网专门用来讨论与洪荒相关的内容。如今排名第1的热度消息就是陆晨昨日受天道圣人赐福的消息，但陆晨的目标是之前看见的33重楼。
友情提示：33重楼难度极高，慎重选择进入。33重楼第一层，背景为巫妖时代的上古人族，请注意，这已经不是新人阶段，难度截然不同。传送进入洪荒后，你会成为上古人族中的一员。第一阶段任务内容为：在1年的时间内杀死最少10头低级凶兽。如果在1年时间内没有完成这个任务，你会被神秘力量直接抹杀。提示：低级凶兽对应炼气期，因为炼气期分为不同境界，所以低级凶兽也有强弱区分，万万小心。第一阶段任务结束后为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任务要求在10年之内修炼境界，10年之内没有完成依旧是抹杀，建议多人组队联手。从2个任务，尤其是第2阶段的任务来看，这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淘汰法则。洪荒天地的修炼环境很优越，10年之内还不能修炼到炼气期圆满的话，妥妥的废材一个，会被特定规则直接抹杀。可能是感觉这类人浪费空气。时间到了。是你哇！美女别乱说话，咱俩是清白的。把你知道的秘密告诉我，不然我就大声喊出你的名字。你现在可是最热门的人物。我劝你不要这样威胁我，如果你执意这样，那么你可以试试，洪荒中会死人的。烈，算你狠。卧槽，是忘情大神！忘情大神，能否请教一下您是怎么获得圣人赐福的？拜托，我只是一时运气好而已，我就一个普通人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得想办法多搞几种身份了，不然之后这个身份大火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洪荒世界就不能像普通世界一样多搞几个账号吗？恰好我就有办法解决你的烦恼，咱们合作共赢。怎么又是你？这次还想干什么？别急，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多种身份吗？刚好我这里有这种东西。多重身份时，可以让一个人在洪荒内创造一个新的身份，售价100万，是一次性道具。什么鬼？售价100万还只是一次性道具？真的有人会买这种玩意吗？没错，一般人真不会买这玩意，一是买不起，二是没有用处。买这种道具的，除了一些钱多到没地方花的土豪，就是排行榜上前100名的大神。这么贵的你都舍得买，我不相信你会白送我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聪明人，反正我也不指望能从你嘴里问出什么。你不刚好也要去闯33重楼吗？我就一个要求，带我通关第1层。除了这石头，我还会送你几个对你大有好处的宝贝。这确实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交易。闯33重楼，只要不说出来，光行动下估摸也想不出来。行，走吧。这件新衣服还可以，会进了33重楼后，我帮你去完成第1阶段，至于第2阶段就靠你自己了。记住，你我都只是初入炼器，尽量找些弱一点的来杀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一个炼器3种，2个1重，你没问题吧？放心，这种垃圾货老娘我对付起来还是没问题。
杀妖兽后获得的妖元可以去传送区商店中交易，斩杀的妖兽越强，妖元就越珍贵。搞什么鬼？同境界妖兽都无法斩杀，这种人真不适合在洪荒闯荡。就你这实力，想在洪荒闯荡，还得练。哼，你管我？这头兽发狂了，合力斩杀。走吧，尽早完成第1阶段任务。不行，单单这么搞下去的话，1年过去，我俩每人都不一定能格斩杀10头妖兽。毕竟想要寻找修为孱弱的妖兽还是非常困难的。再加上这一次有数百人参与挑战，竞争相当激烈。那地方有一处部落。话音刚落，陆晨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计划。柳岩，跟我来，我有办法了。你说你有办法了，说来听听。还记得我说到天道功德洗礼的时候吗？那时的人族都亲切地称呼我为智者。以前的洪荒是不是从未发生过这件事？确实如此，因为洪荒迄今为止只开启了5年，任何新奇的事都会被人传上论坛，但唯独你的这种经历论坛里从没见过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人族信仰圣人女娲，而我在之前以女娲使者的身份帮助他们，不出所料，我的事迹依然还留存着。就是此地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2尊雕像，一座是女娲圣人的，旁边这座小的是特么的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族在此？那个最大的雕像我认识，圣人女娲，但旁边那个小雕像又是谁的？我想起来了，昨日在洪荒传送区内名声大噪的忘情。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现在可是大名人，那2位可是天朝古国世家公子，今日还真走运。我们要的东西来了。什么鬼？5头炼气妖兽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正好缺5头，如果补了这5头，每个人都能刚好完成任务。你不打算试一试？怎么试？先不说人家怎么可能给我们这个面子，再者就算你就是那位智者，你怎么证明呢？想证明的身份不是很简单吗？天道功德，释放。好家伙，合着之前打个炼气妖兽都费劲的你是装的，我就说为什么获得圣人赐福后你还是这么……怎么回事？此人明明只是炼气1种的蝼蚁修为，为何能爆发出令我恐惧的能量？难不成他就是忘情？又是你小子，有趣真有趣。小子，
你放心，我会找到你的。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。这个光芒与祖辈们传下来的故事一样，他就是我们人族的智者大人。没有错了，他就是忘情。一瞬间连破5重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智者大人，您突然回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重要的事，主要是想念大家了，就抽空回来看看你们。看着我逼给他装的。好了，说正事，这几头妖兽能否交给我来处理？当然没问题，这5头妖兽本来就是献祭给你的，既然您需要，那就现场献给您。灵，击杀凶兽任务进度已达成，现开启第2阶段，10年之内修炼至炼器圆满境界。阁下就是那位在新手任务中受圣人赐福洗礼的忘情，才练气境就有如此大机，你的未来无法想象啊！侥幸而已，阁下是？我们来自天朝古国同隐世家，南极是丹尔圣家，我们家主是化神期大圆满的强者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向我们家族求助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交个朋友。这2位也是聪明人，没有向我索取，而是跟我搞关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化神期大圆满，在当前的传送区内中也是数1数2的，能保证前期不会受到某些不知死活的人的打扰。行，我答应。这次多谢了，没你我恐怕已经凉透了。侥幸罢了，我也在赌，一旦失败，我们就只能绝地自焚了。我接下来要找个地方闭关修炼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吧。你要的东西结束后，我会通过邮件发送给你，别忘了。有天道功德和圣人赐福后的加持，1年之内足够我冲击炼器圆满了。开始。筑基雷劫来了，是时候了。又是那个小家伙，真是有意思。区区人族蝼蚁，不仅能吸引天道功德，还能巧妙地利用死物渡劫，奇妙真奇妙。2位师弟，你们察觉到了吗？不要去那里查探一番。师兄可是发现了什么？无推算道，与吾有关之机缘，似在人族。是。照你们的意思，那个人多半就是忘情无疑了。先跟他打好关系，我有预感，此子未来必成大器。渡劫完后，实力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提升啊！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渡劫。
小友，你很有想法。晚辈是圣母娘娘钦点的人族先贤智者，知晓一些洪荒的传说，看到了青牛，便猜测到了前辈的身份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三清就快要成圣了，而三清中第一个明悟成圣之机的人，就是面前的这位太清老子。你这小家伙脸皮倒也够厚，吾何时钦点你为使者？何时在你梦中指点过你了？拜见圣母娘娘。见过圣人。见过太清道友。你这小家伙修为不高，本事不小。人族毕竟是吾一手缔造，吾也借此功德正道，你帮人族便深得我心。正因如此，老朽便陪圣人走一趟，来见识一下你这个不同寻常的人族小子。上次圣人给你赐福，这次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晚辈做的都是应该做的，不敢奢求赏赐。晚辈只是觉得，娘娘缔造我人族而正道，意味着我人族必有其特殊之处。我传了族人修炼法门，也只是希望族人们可以过得更好一些。你这小家伙倒是心眼不少，天道赐你2份功德，你还嫌不够？传授人族修行法门的功劳，天道没给你，吾倒是可以赐你。天道、人族、气云、修行之法教化。小友，你可愿拜老夫为师？卧槽！记忆中，三清成圣的关键就在于太清老子明悟了成圣之机缘，就在人族。上古人族得到修行之法，便是太清老子所传，并在人族中挑选了一人收为弟子，创立人教而成圣。关于老子收徒，还有另一种说法是，女娲造人成圣时，她从女娲创造出来的第一批人族中选了一人为徒。不过很显然，我所在的这个洪荒里面，太清老子并未收徒，现在居然要收我为徒。忘情拜见师尊。傻玩意，跪得这么干脆，这货真适合收来当徒吗？这小子跪下的真麻利。这是一个洪荒与现代相结合的世界，洪荒之内，顶级强者不计其数，但在这个世界，有关洪荒的传说皆已消失，而唯一了解洪荒故事的陆晨，即将利用这一优势，在洪荒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好，从今以后便是吴太清门下之弟子。一个很有意思的蝼蚁，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智者大人回来了。无畏太清，并教化之心，为人族讲道。太清老子言简意赅，声音清晰传入到每一个人族的，不管是此地下方的人族，亦或是在洪荒起准圣斩3师之法，太清老子造诣最高，以斩善师、恶师、本我师。到了他这般境界，纵未成圣，亦有莫测之大神通，是洪荒大能中最顶尖的层次。此次讲道，旨在为上古人族启蒙，因此太清老子讲道也并不深奥，但即便不算深奥，也只是相对于太清老子这等洪荒大能而言，其中涉及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化神反虚、反虚成仙之妙法。讲到持续9日，若有修仙资质较高者，可领悟到化神反虚之妙法；资质普通之辈，也就是能领悟到炼精化气的层次。刚好我距离太清老子最近，又是先天生灵之根较非凡，我的收获绝对是最大的。
太清，收人族先贤忘情为弟子，今一人教，是在教化人族，天道见之。这一刻，荒天地震动着夜，无数洪荒大能都被惊动，所有的洪荒生灵皆是感受到浩瀚莫名的圣之圣人威压照洪荒。这样的情况曾经出现过一次，那就是女娲成圣之时，太清老子成圣。对于洪荒时代的历史进程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东皇太一，妖皇毕竟，12祖一，各路洪荒顶级大佬纷纷望，内心情绪复杂。陆晨就坐在距离太清老子最近的地方，他听到了太清老子的一声叹息。这一声叹息中，他听到了些许的无奈，些许的释然。我也有份。灵检测到无量功德加深，圣人之威弥漫。如此丰盛的机缘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老子师兄已经明悟成圣了，我们也开始吧。玉清原是天尊立阐教，旨在顺天而行，教化苍生。上清通天教主力截教，旨在为芸芸众生截取一线之生机。昆仑山的玉清原始、上清通天也都纷纷明悟己身正道机缘所在，又有洪荒西方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效仿，以大宏愿力西方教，圣人威压浩道5尊圣人凑一起。这是一个洪荒与现代相结合的世界，洪荒之内，顶级强者不计其数，但在这个世界，有关洪荒的传说皆已消失，而唯一了解洪荒故事的陆晨，即将利用这一优势，在洪荒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真是没想到，来洪荒才短短2次，获得的机缘好处就已经远超出了预料之外了。小忘情，伤你的。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功德灵宝先天葫芦藤。难不成是传说中那不周山上的混沌先天葫芦藤？女娲造人，便是以先天葫芦藤蕴含的造化之力，加上9天息壤而成，缔造人族而成圣，获无量之功德。先天葫芦藤也成为了功德灵宝，为罕见的先天功德灵宝。这先天葫芦藤与人族有大因果，我又是人族先贤，自封的圣母娘娘代言人。话虽如此，直接将如此宝贵的东西交给我，也太……女娲是美帝造人族，奈何与妖族因果纠缠，人族这些年来磨难重重，她心中对人族亦有愧疚。你造福人族，自是得她欢心，看重于你。你是为师之徒，人教授徒，道门3代大弟子，这人教化人族之诸般事宜，便落在你的身上了。老师，弟子修为低微，恐不能胜任。非你莫属，莫再推辞。你若嫌弃自己修为低微，为师有3法。第1法，为师可炼9转仙丹，助你1日飞升，不过借此成仙，会让你今后修为阻碍重重。第2法，为师有先天至宝太极图，你可入太极图中修行闭关，不成大罗不得出关。第3法，传你太清仙法，依靠你自身领悟修行，为人教不到。9转仙丹，1日飞升，直接天仙，这样的机缘，我若带回去，那妥妥的无价之宝，无数人梦寐以求。君不见那全球排名第1的上帝不过成了小小真仙而已，便让全世界的人都震撼无比，羡慕之极。先天至宝太极图中修行，也是毋庸置疑的大机缘。出关之时，我便是大罗之境，
也是妥妥的洪荒大能级人物了。但陆晨明白，太清老子更希望的是他选择第三种。第一种，陆晨不可能去选这个，那就是太过于目光短浅了。至于第二种，谁知道要在里面闭关修炼多少？他不可能在洪荒中长久的待下去，唯一之路就是第三种，也是太清老子希望他做出的选择。弟子选第三法。神。恭喜宿主获得太清圣人赐福，先天生灵血脉升级为先天道体，获得太清仙法完整传承。先天道体，洪荒天地之中，生灵根脚至关重要。想要成为强者，起步也得是先天生灵，以先天生灵为起点，更高级的根脚为先天道体、先天神之、混沌魔神。每一个根脚又分为初等、中等、高等、顶尖。那一次女娲圣人赐福，我虽然只是获得了初等先天生灵的根脚，但我可是从最最低级的后天根脚提升上来的。这个提升的跨越，卧槽，数百来个炼气期9重巅峰，而且都是参加33重楼的试炼者，怎么回事？我貌似没得罪过人吧？忘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想必在一开始你就注意到我了吧？没错，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比较好奇，才一直在暗中看着。毕竟当时你的修为才炼气后期，但我也没想到你的本事竟然这么大，直接叫上数百人在这里等我。你想干什么？那我也不装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来自天朝古国的龙家。我们龙家的最强者已经名列全球前100了。在这种条件下，放眼全古国，我们家族都是排得上号的存在了。自从昨日你获得圣人赐福后，我就一直在寻找你的踪迹。从一个叫大帅的历练者那里，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你的信息，猜到你可能会来闯33重楼。然后你就一直在暗处观察我，一方面是在验证那次是否只是巧合，另一方面你还想等我成长起来，获取更多的造化。一点都没错，圣人在那里讲话时，我也在不远处顿悟，如今也突破了筑基境界。至于这数百炼气圆满，大多都是平庸之辈。我龙家家财万贯，底蕴丰厚，让他们帮我不是轻轻松松。我就问你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圣人已经远去，如今你无力无靠，大伙听好了，第一个斩杀忘情的，封为我龙家中人，一生享受荣华富贵。这是什么历练？为什么光散发的威压就完全盖过了噬魂之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很抱歉，你不配。别自以为是了，再强能强过我的邪恶力量吗？我不明白，拦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丢下他逃走不是更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这可是你们自找，怪不得别人。
聊够了吗？这场游戏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能杀我！你若敢杀我，我大哥龙无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没事，我忘情，随时恭候。你刚刚的那股力量，就连我都无法看透，你藏的究竟有多深？很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此次动手，如果被发现，就代表着你与龙家的正式结仇。洪荒之众还好，但在现实之中也要提防一下，毕竟以他们的底蕴，想要找到你的真实身份也是轻而易举的。我也明白，此次也多谢你们了。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也会尽力去帮。我真是栓 Q 了，你没啥战力，直接跑得多好，还非要送死。谁想送死啊？第一次那一下，我猜到了他不会杀我。之前欠你个人情，打他一下算是还的。被他反打了后，本来想着跑路的，但我看到后来你的那波操作，瞬间反应过来，你特么又在装啊！竟然被发现了。不过现在我们算是真正的两清了，还有几年，我再去闭关了。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差不多9年的时间。如今血脉根脚提升，为了先天道体，修炼的速度将会非常快。5年了，终于突破元婴境界了。这修炼速度还是有点慢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那圣人老师未免太小气了，除了给我一道圣人赐福，也没说给我点丹药、法宝什么的。人家女娲圣人都不是我的老师，都送了我一件先天功德灵宝啊。金仙，老师，莫好高骛远。这下陆晨彻底确定，那就是自己的圣人老师。看来不能在心里腹诽老师，老师现在是圣人了，境界高深莫测，而我修为太低，容易被感知到心中想法念头。幸亏我也就是在心里腹诽了一下老师小气，这要是在心里大骂老师一顿，岂不是大逆不道，有可能被逐出师门。同时，陆晨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按照圣人老师的意思，他需要修炼到金仙境界以后，这位圣人老师才会给他一些其他的好处。对于太清圣人这等境界的存在来说，陆晨太弱了。弱小到太清圣人随便拿出点小玩意来，都不是他这个境界的小家伙。当时间悄然流逝，10年的时间，在洪荒中修行，陆晨没有多大的感觉，就发现要即将离开。自太清老子在人族讲道，立人教而成圣之后，这10年的时间，人族也有了全新的发展。上古人族已经开始有了最初级的部落出现，各大人族部落中也出现了一些踏入修仙之道的天才，不少人甚至都已经修炼到了金丹期的境界。上古人族的天赋还是很高的，别的不说，就拿女娲缔造出的第一批人族来说，每一个都是先天道体的根脚，修炼资质不比我差。第2阶段的10年期限已到，现开始传送。在陆晨等人被传送回传送区的同时，传送区广场之上那股浩瀚莫测的威严声音，也再次在广场的虚空上。洪荒历练者忘情，在洪荒历练中，
获得圣人赐福。听到又是圣人赐福，身处于传送区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炸开，议论纷纷。圣人赐福啊，一次不够，居然还有第二次，这是要逆天吗？最关键的是，2次获得圣人赐福的都是同一个人。望前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圣人赐福这么容易就拿到吗？我特么在洪荒混了3年，我连圣人的影子都没见到过。再次获得圣人赐福，传送区内指定得炸开锅，得尽量在这种无人的郊区待着。灵，你有一份邮件未查收，应该是柳岩的那一份，他倒是讲信用。这就是那个多重身份是吗？先留着吧。这个我知道，皮肤卷，打开就能换一套新的皮肤。也对，之前跟那么多人结仇，换一套皮肤能更好的隐藏自己。但说实话，洪荒的皮肤是真的贵，一套最便宜的都要几十万，所以平常也没什么人买。这皮肤妙啊！欢迎客官光临方商店，您需要买点什么，或是拿什么东西来交换？帮我把这些妖元全部转换为下品灵石。前面的蝼蚁，给本大爷滚开！注意看，眼前这个元婴期修士，在得知了自己妹妹被绑架，一招了了所有绑匪，并且根据搜魂后的信息，一招歼灭了整个犯罪组织。这不可能啊！才刚过去10分钟，你怎么可能直接从天宁城来到南极市？死人，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哥，是你吗？我的耐心有限，说，是谁指使你们干的？你要是敢杀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有意思啊！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亲自搜魂，到时让你魂飞魄散。我说，是陈雪婷，她在大学里喜欢上一个小白脸，但那个小白脸喜欢的人是你妹妹。就因为大学里的这点屁事，那个叫陈雪婷的女生就把我妹妹含入雪坑害到这种程度，真是逆天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可以放我走了吗？哈哈，就你这样的垃圾，活着也是污染空气。像他们这种犯罪分子，绝对不止这么一点。通过他的魂魄，应该能锁定他们的位置。别担心，哥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总部，你也不需要担心他们的报复了。走，回家。最少元婴期嘛，那天宁城坐镇的只是金丹期，意味着要来南极市的这个身份不明的家伙，可能超过元婴期啊！如果超过元婴期，那就是化神期了。不过就算是化神期来了，我也倒是不怕什么。虽然这2年多都是止步在化神期圆满，修为没有提升，但我各种厉害的手段可是弄了不少。我敢说，这部全球达到化神期的历练者里面，同境界内能与我相提并论的，也不会超过1手之数。不对劲，我感应到了有陌生的修仙者气息，来到了南极市，让我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吧。
好，阁下真是好手段，竟敢在我南极市当街杀人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有意思，竟然还有人敢在南极市这类大城市内制造大混乱。徐鹏出动了，此人的下场可想而知。你们两个去看看，发生了何事？好戏上演了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元婴境修士因摧毁了一座犯罪集团，被不知情的化神圆满追杀。危急时刻，靠着女娲圣人赐予的先天灵宝，成功化解危机。竟然阁下敢如此明目张胆，在我南极市制造如此大的混乱，那就莫怪我心狠手辣。今天你走不了。哥，我们为啥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啊？傻小子，你跟我刚才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肯定早就被此地的作战者盯上了。早点离开这里。出来吧，何必躲躲藏藏？好生称呼，蝼蚁，你可知罪？蝼蚁，你可知我是谁？知道，南极市坐镇者，也是全球第一个在洪荒中获取修仙功法的人，还算有点见识。但你知道此地是有我坐镇，还敢明目张胆的搞事，这不就是对我的挑衅？今日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功德之力。怎么会？看你的气息，不过是一只元婴境界的小蝼蚁，哪怕有法宝加持，也不可能做到毫发无损吧？这人有点东西啊，竟然能够与徐鹏战那么久。我更好奇的是他是谁，能与化神的极致历练者对抗的只有渡劫境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实在没想到，我堂堂化神期大圆满，竟会被一个元婴境界的小辈斩掉了一只翅膀，这是奇耻大辱。为了我南极市的名誉，今天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我也不能让你继续留存于世。元神法相，上古境。那是徐晴辈的元神。该死，被逼到这种地步了。小子，受死吧！既然如此，我们走着瞧。先天功德灵宝，混沌葫芦糖。功德之力，助我！他手上拿的究竟是什么法器？为何能瞬间击碎我的元神法相？匪夷所思。徐前辈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放弃追捕，此人太过诡异，待我向王娜姐上报再做打算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男人刚与化神大圆满交过手，损耗严重，于是决定于今晚拉上自己的妹妹一起，前往传送区更深层的洪荒内寻找机缘。终于摆脱他们了，现在差不多安全了。累的都睡着了吗？这一战虽然重创了化神圆满，但我自己也没好到哪去了。地球的灵气太稀薄了，现实中恢复损耗的修为
果然是一件麻烦事，看来以后得多准备临时丹药了。这一战对我的损失可谓是巨大的，不过他还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。那个鞭子法宝很厉害，如果对方直接催动这件法宝攻击我的本体，我就算不死，也肯定伤势比现在更重。还有后来的那道金色的刀光，不像是法力施展的攻击，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，威力也超出了元婴期的范畴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来自亦或是他故意在天宁城显露气息，是为了转移注意力？徐鹏，南极市那边出现了历练者闹事杀人的事件，你为何迟迟没有提交处理结果？我还在考虑该怎么上报。问题很棘手吗？对方身份不明，杀人动机不明，修为疑似元婴期，持有2件威力极大的法宝，伤了我的元神。你说元婴期伤了你元神？这种丢人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乱说？你看我这双翅膀，就是被他所斩的。此人出手非常有目的性，我的神念捕捉到此人气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灭掉了一座集团。根据我让人初步调查的线索，这座集团常年做着违法的勾当、高利贷等等，但由于钻了法律的漏洞，因此我们一直无法出手制裁。按照我的总结，应该是这家集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惹上了一位高手。根据此人的行为来看，他不是嗜杀的人，也不是故意制造混乱的那种人，应该初步可以排除境外势力的可能性。徐鹏，你也是老资历了，如今是非常时期，你什么时候才肯进入渡劫期？我今天进了洪荒恢复元神，我就进入渡劫期。只要我渡劫成功，我很快就可以达到反虚期。下次遇到那家伙，我会让他好看。醒了呀？小轩，你有没有进过洪荒？有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会进传送区，但是洪荒很少去，太危险了。我还是新人阶段，练气期都还没有，偶尔进一下洪荒，也是在一个叫做商朝的背景剧情下，没什么危险。对了哥，你救我的时候好厉害，你是不是去闯33重楼了？是的，我去了33重楼，因为我想拥有保护你和爸妈的力量。话说，你想不想变强？先加个好友吧。洪荒玩家忘情向你发出了好友申请。啊，忘情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男人因弟弟被主角斩杀，恼羞成怒，向整个传送区发布了对主角的宣誓。料到了。阁下手段不错，你也很不错，但你也知道，此地禁止，光你一人也无法冲破。我有我自己的办法，阁下操心了。此时醉仙楼外早已人山人海，都想来见证这位洪荒大名人，但陆晨早就料到，因此设计了只有化神渡劫才可进入。这个陆晨自己也不过刚通关第1层，凭什么只允许化神以上的人进入？未免太嚣张了吧？卧槽！距离此地最近的大佬竟然全都来了，这个忘情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几位，慢慢来。诸位，给我让个道，多谢。这个龙无敌，肯定又没好事。
你就是忘情？身份这东西没必要伪装吧？我在你身上感应到了噬魂之源的气息。这上面有我弟弟的气息，忘情，你果然是杀死我弟弟的凶手。龙尘是你弟弟，这么说，你就是龙无敌？没错，我不管我弟弟和你什么仇什么怨的，反正人都死了。忘情，我要你以命来。有意思啊，龙无敌，你应该清楚，传送区内是不允许动手的，违反者。好小子，算你狠，但你记住，杀亲之仇，我们不死不休。忘情，你狠啊！但是杀我弟弟这笔账，我龙无敌必定要讨回公道。我去，什么鬼？忘情杀了龙无敌他弟弟。我龙无敌以龙家的名义发布必杀令，谁能在洪荒中杀死忘情，或是找到忘情现实中的身份，便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门元婴级功法，一件上品灵气法宝。不应该啊，怎么会这么快发现呢？下面让我来吧。卧槽，是王娜姐，天朝古国第一强者。你就是忘情吧？最近的洪荒区可都是在讨论有关你的事，都是些谣言罢了。您可是我天朝古国的最强者，在您面前我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，说正事，你需要什么才肯告诉我有关洪荒的一些秘密？上帝大人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双圣人赐福，双天道功德，一人独战数百历练者，就算是我当年也没有这种本事啊！给我查清楚此人是谁，这样的人物令我寝食难安。眼前这个男人有多离谱？打开专属洪荒世界，直接被传到了不周山地带，并在这里成就先天神奇，甚至吸引来红军结为道友。今日之事多谢了，日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好说，好说，咱们回头见。事情办完了，我们走吧。为何此人的气息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甚至还让我有种窒息感？什么鬼？为什么轮到王娜姐后就没了？真扫兴！蠢货，做事都不带脑子。你以为发布悬赏令就能借刀杀人吗？无非就是派一些炮灰过去送死罢了。可是爷爷，除了这个方法，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呀。以他目前这恐怖的成长速度，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超越我的。这就是你一直无法超越上帝那些家伙的原因。你认为你爷爷我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有那位相助，应该是天仙吧。算了，反正现在知道了也没意义，先看着吧。我们需要一个机会。真是搞不懂，明明是一群连蝼蚁都不如的存在，却个个心怀鬼胎，看来还得观察这一阵子了。小轩，感觉如何？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刚进入新手阶段，我还有点紧张，把你的信物拿给他们一看，结果一下子那些上古人族就跪了。进入剧情的上古人族群落的首领更是派人将我层层保护了起来。接下来的10个月，我都过得很舒坦，要吃的有吃的，要喝的有喝的，还不缺各种修炼资源。如今已经是炼气7重，
已经炼气7重了呀，那你也顺便去闯一下33重楼吧。33重楼很危险吧？对别人来说的确危险，对你来说却一点危险都没有。你拿着我的信物，进入之后就将信物拿出来，然后让那些上古人族去给你抓凶兽，然后你来杀。好吧，我试试。等小娟从1层回来，就可以带着她一起去第2层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去专属世界看看之前通关第1层赠予的特殊奖励。欢迎来到专属洪荒世界。当前您所处于不周山地带。卧槽！传说中的不周山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幸好不周山附近，生灵对盘古大神保持着尊敬和敬畏，不会发生争斗，不然我一个元婴蝼蚁，恐怕1秒都活不了。此地灵气非常浓郁，正是修炼的绝佳地。我感觉现在的我，比我以前在金丹大圆满的时候更强大，这是天大的机缘啊！恭喜历练者打破生命层次，从先天道体蜕变为先天神之。先天神之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好处！先天神之，洪荒中极少，一般都是天地间第一个这个，第一个那个，比如红云老祖，天地间的第一朵红云化为生灵；再比如赵公明，据说是天地间的第一缕清风所化。如果说先天道体具备修成大罗、准圣的资质，则拥有了未来成圣的根脚。虽然圣位基本是固定的，但我却感觉我所接触到的这个洪荒，未必就没有可能。恭喜小道友！眼前这个男人有多离谱，曾就先天神之，并引来红军结为道友，与他一起教化众生，成功吸取新一轮的天道功德。可回到现实世界，发现自己的妹妹竟又被人这洪荒中先天生灵无数，但能超越自身蜕变而成先天神之者，听到也唯独只见小道友一人。无关小道友有天道功德在身，必是复原身后之本。听到红军，小道友有脸。我操！红军老祖，我听到了什么？道祖红军喊我道友，道祖红军给我作揖，我真特么受宠若惊。原来是红军前辈，晚辈陆晨拜见前辈。小道友客气了。洪荒初开，生灵皆迷茫，你我2人有缘于此相见。我观小道友极其不凡，便莫要称我为前辈，道友相称即可。洪荒初开吗？那我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时间线，这是洪荒天地初开，龙汉初结之前。我打算教化众生，为生灵开启灵智，道友可愿同往？道友可是那洪荒未开之前，混沌中孕育之魔神。没错，混沌中孕育魔神3000只是虚浮，实则并非只有3000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陆晨与红军一路同行，每至一地，红军便会以法力凝聚生灵，让附近的生灵过来，然后他便为这些生灵开启灵智。来了。无关道友修为止步不前许久，可是为何？有心愿未解，有因果未了，故而道心不安稳。原来如此，我已心有所感，机缘似在一方，在此要与道友告别了。后会有期。都怪这传送区的压制，害我的修为无法超越渡劫。讲到100年，仅仅只是从筑基初期来到了化神大圆满。
不过因为压缩过，现在就算是渡劫境界，在我面前都能一拳锤爆，更何况我已经抵达先天神智了。洪荒历练者忘情，在此次专属世界旅行中收获如下：先天道体顶级蜕变为先天神之初等，获得天道功德1万点。友情提示：因专属世界特殊，因此在专属世界待100年，相当于现实中的1年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忘情，我知道你没死，你躲不掉的。想要你妹妹，就来天朝古国首都来找我。这声音是龙无敌。这颗流萤石是半年前留下的，小轩他不会已经。龙家，这熟悉的力量气息，是1年前那个元婴修士。好霸道的力量！这次他再次现身，是为了什么？还好上个月刚刚抵达反虚境界，随我去看看。爷爷，您突然带我来天朝古国的修仙者基地干嘛？难道您想让他们联手对抗忘情吗？此地乃是修仙者联盟，你们2个鬼鬼祟祟的想干嘛？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违法？无伤大雅，无敌，你先回去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忘情此时已经出发了。这，好吧。其实哪怕我们不动手，忘情也不可能！你与我之间明明相差2个大境界，为何能与我僵持这么久？可笑！不要把自己的无能全部都怪罪到别人身上。陆晨，你找死！了却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只是一个强一点的反虚境蝼蚁罢了。啊，是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既然全部联手了，全部出手，不要留手。可恶，我们也别闲着。龙无敌，你的人全都败了，这次是你输了。就算我赢不了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你是柳岩？忘情，好久不见。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此战，龙家的所有底蕴都已被摧毁，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了，不然我感觉光凭我一人很难与龙家对抗。不过我有个疑问，龙家的家主呢？现在才发现问题吗？可惜太迟了。这是空间通道，但这股压迫感是从何而来？
几位，这份大礼诚意如何？爷爷，快来帮我！无敌，你的使命已经结束，安心的死去吧。反虚境初期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刚刚只是给你热热身，接下来迎接恐怖吧。卧槽，全部是反虚，带头的还是真仙，他们是从哪来的？龙家上空出现大量不明生物，集结全天朝古国所有有生战力，即刻前往现场。其实从洪荒出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猜到了地球会因它而惹上麻烦，只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无论如何，此战都绝不能败北。我发现了，虽然这些东西境界都很高，但实际的战力却远远比不上这个境界。没错，但即便你发现了，又能怎样？这些魔物源源不断，迟早能够耗死你们。简单，只要击碎空间通道就可以了。刘毅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是大罗之力，难道有大罗金仙的超级大能存在？你也算有点见识，既然知道本座是大罗金仙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他奶奶的，我恕你妹啊恕！很不错的灵气法宝，可惜被你糟蹋了。阵体混元诛仙阵。我们掏空的各国底蕴组成的这道阵法，只能捆住它10分钟。目前这道空间通道并未彻底搭建完成，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摧毁空间通道，否则一旦空间通道搭建完成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关键在于，我们的力量不一定能够摧毁空间通道。不，有希望。陆晨，将你体内的天道功德和圣人赐福全部释放出来。不行啊，还差一点。放心吧，你的圣人老师和你的道友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后手。一群獠影，都给我滚！陆晨，你不是想逞英雄吗？那就来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吧！该死，大罗金仙终归不是我能对抗的，仅仅只是一道虚影，就有远超我的实力，怎么办？又失败了。徒儿，还记得为师讲过的话。我管你是不是什么大罗金仙，滚回你自己的世界去！陆晨，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你确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。你们放心吧，
陆晨不会死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就好了。哥，来客人了。